乌克兰承认为北约流血，美国加大赌注，俄乌双方将面临残酷的冬天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这几天，普京首次提出在俄乌冲突期间实现36小时停火，但遭到乌克兰和西方的断然拒绝。虽然这只不过是俄乌冲突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，俄罗斯想释放善意的测试气球，但结果却令人失望。在美西方的支持下，乌克兰政府对战场走向的自信暴露无遗。如果现在还认为冬天是俄罗斯的，或者说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火已经枯竭，那只能证明对较量双方力量的判断不准确。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日前表示，乌克兰政府如今在执行北约的任务，没有让他们流血牺牲。乌克兰人正抛头颅洒热血，所以我们期待他们提供武器。他还引用某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的话，自吹自擂称，乌克兰是文明的盾牌，保卫着整个文明世界，整个西方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不少西方人会骂雷兹尼科夫厚颜无耻，拿乌克兰人的生命来要挟西方国家，或者说雷兹尼科夫有关北约使命的言论是不小心又说秃噜嘴了。在很多人的思维中，他似乎将当炮灰、耗材、提线木偶当得如此理直气壮、心安理得。其实我们观察俄乌冲突，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，也就是站在当事国的角度来看问题。乌克兰国防部长之所以说出这种话，甚至是让普京非常受刺激的北约使命，无非就是说出了一个事实。毕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北约就已经将俄罗斯定位为最大且直接的威胁。乌克兰虽然名义上没有加入北约，但是乌军实际上已经北约化了。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中，乌军抗住了俄罗斯军队的进攻，甚至还发起了几场反攻。保卫整个西方不是乌克兰原本的使命，而是很多西方国家就是这么看的。这种自大的思想正在让乌军空前的自信。乌克兰现在还需要挟持西方提供武器吗？俄乌冲突打成了消耗战，让乌克兰军队向西方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只要在战场上打得越持久，得到的西方武器就会越来越多。因为美国和欧洲的装备实力加起来可比俄罗斯大多了，俄罗斯根本不能指望西方会停止援助。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宣布了对乌克兰单次最大军援的清单，在价值37.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中，包括50辆 M2A3 型布雷德利步兵战车、100辆M113 装甲运输车、138辆装甲版的悍马军车、55辆防地雷反伏击车、18辆 M109A6 型155毫米自行火炮、一批空射型火箭弹、RIM-7 型海麻雀防空导弹等等。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就明白，这是美国要用绞老式的武器装备4个乌克兰作战旅，以便为乌克兰军队发动全面反攻做准备。俄军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没有装甲洪流了。乌军以步兵和轻型装甲部队为主的作战力量，就是为了对付俄军用火炮和步兵组成的防线的。总体而言，俄罗斯军队应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，千万不能小看了乌克兰军队在西方支援下正在变得更加强大的现实。今年是暖冬，俄乌都在蓄力，等土地进入冰封之后，或者春季翻浆期过后，一场大决战就有可能会到来。这场较量的胜负关系的不仅仅是俄乌两国，而是整个西方与俄罗斯。因此，美国才会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。对此，普京必须尽早定下决心，进行新一轮的战争动员才是上策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